一些老的给我们传达的这个信息是不一样的，包括它这个釉面呀，或者就是胎的这种胎釉的结合的地方呀，就有很多的这些信息给我们传达出来。其实要跟大家讲讲这个现在这个老的这个单色釉啊，现在真的是非常少了已经啊，这个尤其是全品的老的非常开门的单色釉非常少见，现在市面上大多数都是一些模棱两可的不开门的，其实就是一些新仿的那么这个，因为它每天这个景德镇他们都在这个不停的攻关这个仿制技术也在不停的这个提高，所以呢，我告诉大家买单色釉的时候一定买这个开门的。那怎么为开门的呢？就是它所有的特点都符合真品以外呢，还要买传世包浆特别好的这一般它这种传世包浆现在还是很难能做出来我们一般这个很多仿品的单色釉要么釉光就是出窑以后那个没有经过氧化这种状态，非常的亮比较刺眼。要不然如果它贼光，对贼光，就我们所谓的这个贼光。要么就是这个用酸咬的，或者用皮毛打磨以后它这种呈现这种半哑光状态，它的釉光就不够温润了。所以这个我们买这种单色釉一定买釉光看着特别莹润、特别舒服的包括底口甚至釉面上有很好的这种自然传世传世感很强的那么这种呢，一般老的。你像尤其是好的年代的单色釉，它一定会有这些特征，对，它不会是这种跟这种刚出窑的这种状态一样特别干净这个哪儿都没有毛病而且我告诉大家，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仿全品的这种年份好的非常非常少的单色釉，几乎都是这个有一些毛病的这个时老久残嘛，这个也符合咱们这个行的这个。对，因为它都传世，像我们说清代至少都是几百年了肯定是上百年了。对，然后这个康300年了，这些都就要300多年了。那么要明代的就更早了，500、600年。对，所以我们这个，尤其是这个真品率高的这种拍卖呢，往往都是这个品相它会这个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这场征集呢，基本上都是品相算不错了只是个别的有一些小的瑕疵，然后这个只有这个名品我们今天有一只狼窑红，一会儿给大家介绍，它呢是一个伤比较重是一个接口，但是它因为这个重要嘛那件也特别好，对，所以那个件也征集来了那么我们大多数呢这个一个是品相比较好，再有呢就是在这个品相比较好的基础上呢是能做到我们征集标准就是非常开门我们其实看一件老的瓷器呢尤其是单色釉瓷器它的这个信息比较少嘛所以我们大多数只能通过它这种釉面质感包括它的胎来看它没有纹饰所以就要求我们尽量一定要选择大开门的当然在我们这个专场呢已经给大家这个甄选过了大家可以放心每一件呢都是非常开门的。对，这件是绿鸽釉了小盘口巷口的这个特征是不是有点奔这个雍正的这种风格？其实我们说是这个朱老师回答是说应该是雍正的风格但是还是出于严谨起见定了18世纪，比较保守定了18世纪因为我们没准还有藏友认为它是康熙的呢这样子呀所以这件呢就是其实它这种直口造型我们可能很多经常能见到青花的这种直口这种琵琶尊有这种青花的，包括粉彩的这个它同类的这种造型这个一平移，那么那些都是典型的雍正时期的那么这件呢跟那些我见过的之前的造型是完全一模一样这种直口那么只是它的这个品种呢属于狼窑绿这么一个品种包括它底部的这种修足特点就是比较深的这种修足，比较宽的这种泥鳅背的修足包括这种深凹的这种足内足修法都是我个人感觉雍正的这种概率是非常大的然后呢它的这个品种非常好，这是一个绿釉我们一般的绿釉呢你像有这种珊瑚红这个松石绿釉包括这种湖水绿
这个瓜皮绿啊，其实它都是属于低温绿釉。那只有这个狼窑绿，它属于高温的铜绿釉。我们现在呢，其实有一些的这个拍场上能看到一些这种标注的狼绿，其实很多都是属于铁绿釉啊，就它真正是用铁成色的啊一种高温绿釉，它是用的这种其实是这种粉青鸽釉，或者我们叫这个灰青的这种鸽釉，有点像狼绿的这种那种感觉啊。但是其实真正的这种高温绿釉啊，高温的这种铜绿釉才是真正的狼窑绿啊。那么我们这件就属于真正的这种高温的这种铜绿釉啊。这件呢，我们看它器身的这种开片啊，开的非常的大开片啊，也是这种骨味儿特别的足。开片有深有浅啊，这也是这个上面的这种自然包浆了没有动，上面像鸽釉的那个金丝铁线了哈，有深有浅的。对，但是它这个开片啊特别有味道，那大家看，它这个其实是沁色沁进去了啊，有点像这种。它釉面比较厚，然后它有的开片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就形成了有深有浅的这种开片。对，其实它还不属于绿鸽釉呢。我们这个故宫里有一只跟它造型差不多啊，是一琵琶尊，它是铁口的琵琶尊，不是这种直口的。那么那只呢，其实就属于绿鸽，它是这个我们这儿有一件黄鸽釉是吧？它是一个鸽釉，上面像这只就是它属于鸽釉上面罩了一层绿釉，罩了一层低温绿釉，所以它的这种原理是不一样的，烧制原理。那么这种呢，其实它跟狼红的原理是一样的，同样带有这种玻璃质感啊。它其实就是烧这个狼红的过程中，它这个狼红啊这种高温铜红釉，它是还原焰烧嘛。那么一般这个铜在这种还原焰下高温就能烧出这种红色。那么这种铜呢，在这种也是高温在这种氧化焰下就烧出来的就是这种绿色。绿釉其实比较难烧哈。对，其实它你见到的比较少，被叫做这种反狼红，就是跟狼红正好相反。器身有玻璃质感有开片。我们其实也可以看看它的这个口部的这个酱口这种感觉一看这个年份就是这种比较好的这种年份。苹果绿也是高温绿釉。苹果绿那你说的是这个豇豆绿吗？苹果绿应该也属于低温绿釉啊。绿釉就是这个春天的颜色这个生机勃勃的这样一种装饰感很强啊。最早绿釉其实从汉代开始它当时就是烧名气这个由这个等于到一个新的世界嘛，又重新重生有这么一层意思所以给人感觉都是生机勃勃的。对，绿色就是生命力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器型本身也很美，就是装饰感也很强。对，其实这个路子挺高的这个而且年份也很好对，大家其实这件瓶子呢，我自己个人都是挺喜欢的这么一件这个小盘口还是挺漂亮的，它制作的，因为我看这个雍正的很多都是这种小盘口，其实主要就是高温这件瓶子，我觉得一个是它的品种就是它的这个狼绿的品种名贵其实真的是非常少见。大多数外面的都是我刚才说了，都是这种铁绿釉都是这种粉青鸽釉就是冒充狼绿。那么其实真正的这种高温的这种铜绿呢是非常少的。再有呢，就是它器身这种开片开的这个错落有致，有大有小这种岁月的斑驳感很足我们现在这个狼绿现在外面仿品也很多，那么这件呢也是非常开门，而且往往我发现这种年份越好的这种带有开片的，都是年份越好开片越深。那么这件就是它开片特别的深都感觉要碎开了，这个开片都感觉要裂开了这个会不会这个放在屋子里头，半夜还是啪啪啪开片的？也有可能有开片是吧？对，就估计这个温度这个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就有可能。因为其实这种带开片的瓷器，就是因为它这种它有这个膨胀系数不一样造成的。你像它其实烧出来之后，在冷却的过程中如果这个冷却的速度过快，那它们就会这个出现这种开片的现象还有会往里面加一些东西，也会出现这种状态来，那么我们给大家看看其他的吧请问280号能看一下吗？280号是什么
180号，哎，180号，请大家关注我们明天那一场的好吗？我们今天这场是单色釉。对，您看有单色釉。我们今天是对。我们今天给大家也是，旁边的只有单色釉现在。对，我们一去这个策划组，这个总导演给我们安排的啊，这不赖我们。所以明天讲那个其他的，今天给我们划定了一个范围是讲这个奇幻异彩的这个小专题的哈，请大家跟着我们这个节奏啊，看奇幻异彩的这场的好吗？单色釉，我们只准备了这些的这个内容啊。好。关注我们明天好吗？锁定这个我们这个一趣，好。明天我们还有那个汤老师和这个董老师啊，讲的更专业的这个。对，也就是这个非常。或者您可以来我们现场看啊，您上手看哪件都是 OK 的，欢迎来到我们这个现场啊，预展现场来看，那么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好多这个清代创烧的品种啊，那么这个呢，这个其实是仿5大的品种。啊，这个一个是仿歌窑，这个清代的歌釉啊，这个呢是乾隆时期的一个歌釉的，我不知道这个咱们这个名字叫什么，其实这就我刚才说那个金丝铁线了啊，金丝铁线，这我们给它，这个年份呢是乾隆，但是这个造型呢，应该是一个我们其实叫仿歌釉小尊啊。一般这个这是336号啊，一般口语这个腹部差不多大小的都可以叫尊啊，其实这个也可以叫禅师尊啊，这个还是器型还是很有禅意啊，对，其实还是很高级的一个器型，而且呢，这个小瓶子呢，我们先说它这个小瓶子啊，它的这个最大优点就是金丝铁线，满布这个器身，而且非常有味道啊，这个铁线呢，是这种错落的这种大开片，然后呢，金丝呢是在里面这种小开片。那么刚才我们其实也说了，这种都是，故意啊，咱们这个当时由于这个咱们宋代应该这个宋代时当时烧这个歌窑其实是这个缺陷嘛，对吧？当时出现这种开片啊，是一种缺陷。然后呢，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文人反而追求这种美，觉得这种其实。美的审美，刚才你说的4个阶层嘛，对吧？对，4个阶层。第一种是艳俗，那么其实第2种呢就是这个素含蓄啊，或者说我们觉得叫这种简朴啊。第3种其实就是这种矫情，第4种就是病态的。其实这个就属于我们这个最高阶层的这种审美的产物啊，就是病态审美，就是它其实是一种缺陷美。对，我们把这些就是说，没有烧的特别好的，反而就是说自然天成的东西，我们也给它保留下来了。是，反而呢，后人总结，其实有很多品种都是这样的。对，像这个其实就是啊，这个本身他可能没想烧这种，最早的当时没想烧这种带有开片的，反而这种开片，文人反而非常喜欢这种味道啊。后来到了清代呢，反而特意去追求这个味道和这种感觉。就烧了这种金丝啊和铁线，合于天造，验于人意。很多时候他就是说，上天给我们安排出来这个窑火啊，是一开窑的时候出来什么样的，那我们就完全接受它就是什么样子的。是的。这个文人就是有点这种顺其自然嘛。对，而且他们其实中国人也有这种想象力。这个文人就是有点这种顺其自然嘛。对，而且他们其实中国人也有这种想象力啊，中国人聪明啊，能把这个化腐朽为神奇啊，把好多这个神奇啊，把好多这个不好听的变成好听的，然后这个不好看的变成好看的。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在于你主观的意志。对，是吧？它哪个很多东西它就是美和不美之间，可能就是说在于一念之间你给它说美，它就美。对，可能也是在于我们的这种想象力也好，语言的这种艺术也好，可能说给它赋予的这样一些寓意也好，是的都给它赋予它这样一些不同的视角。其实这件呢，这个就是一个是
它的造型，再有就是它的这种器身啊，金丝铁线，好多这个年份不高的啊这种歌釉，它往往这种金丝呢就不够多，往往都是这种透明开片，只是有铁线没有金丝，因为这个铁线呢是当时烧完以后，在这个炭黑水里这个直接烧出来就是这种黑色，然后但是这个金丝是需要常年的这种氧化才会产生的啊，所以很多的这种年份不太好的这种年份晚一些的这种歌釉呢，它是只有铁线啊，没有金丝，或者说金丝不够明显。那么这件呢，就是金丝啊，非常的明显，而且跟这个铁线啊，这个搭配起来非常的漂亮。这个当一个花器，哎，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歌谣的东西，就当一个花器会特别特别雅。那你跟这个雍正乾隆皇帝是一个审美啊？哇，太高级了，哎呀，太高级了。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都喜欢仿宋代的东西嘛，包括这个歌谣啊，包括官釉。这件呢起的名字我刚刚叫天蓝釉，其实这个有点像这种仿官釉的感觉啊，对，有一点点像仿官釉的感觉。对，它做的那个砖砂还是比较多的。为什么这么说？它那个因为天蓝釉啊，它一般它天蓝釉灵芝洗，是吧？是说天蓝釉也行啊，我们叫这个仿官釉也可以，因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有一个仿宋的一个这个工艺在里面，它跟铁足，对，它跟仿那种铁足，其实我们每一件单色它都有这个我们说这个工艺的传承啊，包括审美基因，它都是从之前的这个品种中沿袭过来的，所以它烧是有它的这个依据和根据的啊。你像它这种后面底下这个胎刷的这种黑色的底胎，它就是想仿这种官釉的这种铁足。对，它是一个灵芝的这个器型。我们说这个文人真的是非常讲究啊，很多器型这个灵芝也是器型。我们说这个文人真的是非常讲究啊，很多器型这个灵芝也是